先承认乌克兰4地独立，俄罗斯称愿意与乌克兰谈判，普京到底在打什么牌？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近日，俄罗斯在乌克兰控制区的入俄公投已经结束，为莫斯科动用全部力量保护这些国土铺平了道路。外界预测，克里姆林宫很快就会宣布4地并入俄联邦，并借机放大围绕这次公投的核心威胁，即俄罗斯有权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武器系统来保卫国土。西方官员此前淡化俄罗斯的核威胁，但面对塑造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胜利的俄罗斯，美国官员又改变论调了，公开警告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俄罗斯至今未完全占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斯州。泽连斯基在电视讲话中说，下一阶段乌克兰的首要目标是收复顿巴斯，因为俄罗斯仍然把顿巴斯作为其首要目标。乌军如果拿下顿巴斯，就基本宣布了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失败，证明普京的公投根本没用。最近的战场态势也表明，俄罗斯目前所进行的战争动员短时间内仍然难以奏效，用军事手段解决乌军的抵抗仍存在着风险。普京会不会尽快的批准乌克兰4个公投的州加入俄罗斯联邦呢？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有消息称，俄罗斯会先承认这4个州独立，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回答让人非常意外。9月27日，佩斯科夫在回应公投事件时表示，俄罗斯仍愿意与乌克兰举行谈判，同时局势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但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原则保持不变。这里有2点值得注意：一是俄罗斯仍然愿意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是乌克兰仍然不愿意与俄罗斯谈判。第二，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原则上保持不变，也就是主要集中于顿巴斯2个共和国的范围。第三，局势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意味着公投结果和战场态势都会对俄罗斯的选择造成影响。在外界都认为俄罗斯会将乌克兰这4个州快速并入俄联邦的情况下，普京却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原则保持不变。首先，这4个州加入俄罗斯的申请会直接提交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批准之后，会将这些申请分别提交给俄罗斯议会的下院，也就是国家杜马，和上院，即俄联邦委员会来进行审议。这里就存在一个操控时间的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获得2/3以上的票数通过后，上述申请才能提交至俄联邦委员会，在俄联邦委员会中获得3/4以上的议员同意，最终再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字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一种可能，俄罗斯联邦可能会先承认这4个州独立。这种可能性是基于2点：第一，普京刚刚说过，义务兵不会进入乌克兰作战；第二，俄罗斯仍在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不变，也就是不以占领更多乌克兰的领土为目标；第三，俄罗斯需要以西方国家在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留下退路，而完成入俄流程必然会引发进一步的制裁和敌对。俄方仍然需要评估得失。其次，普京签字以后，让入俄流程在议会反复审议，让整个国家的议会和议员对这件事的后果负责。如果说过去的俄乌冲突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那么当国家议会对乌克兰4州入俄申请表决之后，那就是整个俄罗斯的战争了。这么缓一缓再批准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乌克兰4个州的公投结果当成一张牌来打，以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讨价还价，也可以先集中力量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俄军在战场上出现的被动，为预备役部队进入乌克兰作战赢得时间。最后，更大的可能是俄罗斯在常规作战
不利的情况下，快速批准这一流程，从而发起一场能够动员更多兵力的卫国战争。这种可能性似乎更为迫切。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的认知是一场不能输的游戏，事关国家的战略安全。所以，如果西方国家仍然想通过常规战争的方式来击败俄军，那么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就有可能会亮出合体牌。梅德韦杰夫已经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警告了。总体来看，乌克兰4个州的公投虽然结束了，但是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加入俄罗斯联邦，主动权在普京手上，而这也将为俄罗斯最终获得胜利增加了筹码。就当前的局势而言，俄罗斯最紧急的还是如何重整俄军战斗力，重新获得对乌军的作战主动权和作战优势。而这些呢，都是需要时间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